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啊，那我们会提几个话题啊，我们讲了1到3章是吧？那在前面6章呢，有提到早期教会的一个典范性哈，我们也会看选执事的情况，也会提到斯蒂凡的讲道。那殉道者其实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了哈，我们就不提了。那首先我们来看早期教会的一个典范性。在前6章里面呢，你发现初代教会其实做了很多很让人诧异的事情啊，就比如说在第3章，我们看到第2章其实就提到了哈，他们凡物公用。那有人就说，哎，教会以前凡物公用，怎么现在咱们不凡物公用了呢？啊，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啊，为什么好像凡物公用这件事情只出现在前面几章，后面也没有提？对吧？那这是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你看到，在《使徒行传》的前5章哈，有大规模信主的事件发生。比如说，第2章里面提到哈，那门徒有3000人信主，第4章也提到哈，有5000人信主，是吧？有很多信主的人，但是你看到后面好像就没有几个信主的啊，没有几个人信主。这种大规模信主的情况好像就比较少了。那还有就是，你看在第3章里面有提到彼得的一个神迹哈，那他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让那个瘸子起来行走。还有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也发生神迹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然后第5章里面有提到这个亚拿尼亚的故事，对吧？就是他欺哄圣灵，他撒谎，然后立刻就断了气。可是你发现这些事情呢，到后面就很少出现啊。那至于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更是这样，哪个人撒了谎就立刻死了呢？好像没有，是吧？那为什么在前面几章记录教会的诞生呢？哈，在前面几章会有这么多非常戏剧性的事情出现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教会要不要说是去仿照他们去做呢？我们要不要把他们作为一个样板去模仿，对吧？就是看初代教会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那你发现前面5章里面你很难模仿初代教会做事情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特别出人意料的事情包括这种大规模的信主等等那你说哎不对好像在历史上也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对不对？就是说在教会历史的2000年当中，的确也有类似的这样的神迹奇事出现。可是这些并不是一个规范性的一个描述，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教会都应该这样。那你说前面5章他为什么要这样描述？为什么从第6章开始教会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好像也没有这样的非常戏剧性的神迹奇事伴随所以我们想路加在描述教会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那个是教会的诞生，对吧？教会刚刚产生，那我相信他是想要让我们首先尝一尝天国的滋味，就是说看一看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是一种理想当中的教会，它不是一个现实当中的教会，它是一种理想化的，或者是这样像上帝的这个完美的心意当中的这种教会的样式好像教会实现了很多，没有争论然后他们没有缺乏，没有饥饿你感觉到他们是非常真诚任何的罪像这个撒谎，对吧，都没有办法容忍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你看，其实讲到亚拿尼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亚拿尼亚夫妇他们欺哄圣灵，其实会让我们想到伊甸园也是一对夫妇一起这个犯罪得罪神而且讲完了一个亚拿尼亚又讲撒非拉，是吧？他俩夫妇讲完一个再讲一个，带来死亡
好像亚当夏娃分别犯罪带来死亡一样。所以前面5章呢，真的是有种感觉是好像堕落以前天堂伊甸园的一个景象，这是理想的国度，理想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教会的一个典范性的描述。典范性的描述就是说，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并不一定每一次都会发生，它不是一个规范性的，不是说只要是教会遇到这些事情，只要祷告聚会的地方就震动，是不是这个并不一定那就是说典范性的事件在历史当中可能是会发生，但是不代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也不代表每个教会都应该会发生。但是一旦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你就能够回到这个使徒行传前几章，你就能够想到这个典范性的事件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这种典范性的生活，他们凡物公用没有缺乏，看到一个典范性的悔改有3000人归主，5000人归主，看到一个典范性的神迹那彼得说一句话那他就起来行走，看到有典范性的祷告，他们祷告，然后地就震动然后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又看到典范性的一个审判，当人们当这个亚拿尼亚他们气哄圣灵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立刻来到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如果把它理解为一个典范性的事件，那就比较容易，那你就不会说，哎呀，你看出了教会凡物公用，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也要凡物公用那你就大概知道这个答案了，对不对？但并不代表说好像我们就不能这样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这样做，或者是这些事情就不一定会发生其实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也有凡物公用过的教会如果大家去了解，可能也听说过那典范性的悔改其实我们也看教会历史，也看到有好几次的大复兴，对不对那可能比较近的一次就是大概这个70年代的时候那40-50年代可能大概就是葛培理他们这些人那70年代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在这个惠顿那就有这个典范性的一个悔改，那这个也是我的老师他以前在他们因为我们的这个3一神学院离惠顿很近，他们就是这些老师们他们都有感受过那个就是70几年的时候，那他们的感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在3一那就是来上班或者是来上课什么的，就没有什么感觉那就是很正常的嘛。可是当那个复兴临到惠顿的时候呢，他们就也是想去看一看嘛，就去到惠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有一个聚会然后这个就是祷告也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很普通的这个例行公事的一个祷告那可是他们就有认罪祷告嘛，然后从早上9点钟就祷告，就本来说1个小时就停了，结果发现停不下来就有源源不断的人来祷告一直到第二天下午6点钟都是不停的在祷告。那后来学校就说要停了，要上课了可是到第二天晚上，到连续的4天都是这样这个不断的祷告。那他就说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这个就是老师带着他的一个同学那么那他这个同学呢就他的老同学，也是要在这个就是说婚姻有这个困难准备离婚，所以他就带着他去到惠顿的时候刚好有这个复兴嘛，结果呢就是他们刚刚进到惠顿的那个学校里面，还没有进来，就只是到边界的时候，突然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受到圣灵的工作，然后他们就停车在那里，然后就这个认罪祷告。那后来他们也没有离婚那
这个教授就说，他就觉得很特别，就是说你还没有进去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圣灵的工作。那明显就不是他自己能够做到的，因为他开车到311没什么感觉，为什么到了惠顿就一下有感觉？那同时那个后来在90年代的时候，那也复兴了好多的这个校园啊，那像当时的耶鲁啊、哈佛等等、普林斯顿有很多的学校有这种校园的复兴。那你会发现这种复兴带来的悔改啊，带来的这种一种好像一种运动哈，它不是谁去把它搞起来的，而是它就是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去故意把它设计出来啊。所以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次这样的复兴？你发现你很难，就是说靠人的办法去做这种复兴。那么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可能就2-3年前，可能也许大家听过哈，在这个 Asbury 的一个复兴啊，那么那个是。那 Asbury 这个学校以前他们就有这种复兴的传统啊，所以是疫情之后，然后他们也是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聚会，因为在学校里面都有这个就是每周都要去，相当于他们有个 chapel 哈，就是去聚会，然后聚会的时候就有人祷告嘛，也是一样祷告，那祷告就发现就是有人来有人走，然后就不断的就是有人来有人走，然后就是这个祷告就没有停止过。一直持续了很久啊，大概有1个多星期，2个星期可能啊，那整个就是没有停，就是说24小时了，没有停。这个其实很罕见，因为在学校里面，说实话，学生其实很难有这种毅力来坚持这种祷告。可是那个祷告就是一直这样。后来311的很多的学生还专门一起拼车开到 Asbury 去感受一下哈。发现自己学校的这个聚会地方都没有几个人祷告哈，就专门跑到那边去啊，那他们去感受，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哈，就是说是一种圣灵的一种工作，一种复兴。那这种复兴呢，不是靠人能够操纵的啊，它是真的就是神自己的工作啊，就好像3000人悔改5000人信主一样，那这个真的是上帝的工作。那其实我们以前做校园团契的时候，也大概知道，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在中国其实也有一大波的校园的这个复兴。原来我在成都一开始那个是大概11年、1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已经赶上，已经就是快从那个高点往下走了啊。那个时候就是校园团契是非常复兴的。原来在川大，我那个时候11年的时候去的时候，川大是有一个学生团契哈，也是这个学生传道会他们去做的，他们学生都有100多人，川师那边也是一样，然后在民大、交大，就各个地方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学生团契，非常的复兴，非常的火热啊。可是后来其实没过多少年，可能大概就是15年以后啊，然后整个这个就是从2000年大概到2010年，大概有个10年左右的一个复兴，很多学生信主啊。可是后面之后就是一下子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急转直下。后来川大那个团契100多人团契后面也都没有了啊，因为当这个学生毕业走之后，没有新的人进来，那这个团契就慢慢人越来越少。那后来你现在哈，你去一个学生团体，如果有20个人，那都算是大团契。就是说，那你说，哎呀，这个到底是我们的策略出了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说实话，这个圣灵的工作也不是我们能够去操控的神也许就给我们一个10年的黄金期，让我们感受这个复兴，但有些时候也并不一定可能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们还是忠心的来服侍教会在逼迫当中的时候也是一样没有遇到逼迫的时候，可能会做得很好很大，可是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就像那个种子埋在地里面等待这个成长，等待发芽我觉得那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圣灵的工作像风一样，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不能强调说圣灵每一年都要做这样的工作都要带来复兴，并不一定那么如果你看这个祷告也是一样的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这个其实我相信经过秋雨教案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有有个类似的经历，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我的印象是很深的。那个时候是
18年12月9号那天晚上，大家被抓了以后呢，然后第二周不就没有办法聚会了嘛？所以就是第二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派出所有的是就都被抓起来了哈，是传道人。而那天中午的时候哈，就大家就祷告嘛，因为没有办法聚会嘛，第二个星期。那结果我们那天白天中午大概12点左右的时候，然后突然我在那个派出所里面，整个那个就震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后来当时好像是宜宾吧还是哪里，是6点几级的地震，在当时你们可以去查一下，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在发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4章31节，就是说你不能期待每一次祷告都会地会震动，对吧？但是当真的这样的事情产生的时候，也许你说是巧合，可是你看使徒行传4章31节这样的一个事件哈，它有很多的前提，一个是他们受到逼迫，他们被抓起来；第二，他们祷告；第三个地方震动。那么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条件哈，我们当时经历的时候刚好也都满足了。我们受到迫害，然后呢，我们被抓了起来，然后我们祷告，然后刚好地震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哈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哇，好像我们就回到了使徒的时代那个时候使徒们所做的事情又在我们身上展现出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确信哈。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不能期待每一次你被抓了，然后你祷告都会地震，对不对但是一旦这种事情发生，就会让你回到那个早期教会的一个典范性当中让你有这个共鸣，让你知道说神所记录的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那你看还有就是这个使徒行传3章6节讲到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也很有意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你看这个神迹在正典里面这些使徒们所行神迹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要靠耶稣的名来行神迹，而不是靠自己你看我们这个使徒行传，其实这个使徒行传的名字英文就是 Acts 嘛，就是行动，是不是？是什么行动？这是个复数的行动，是表明使徒们的行动，所以叫使徒行传嘛就是他们的传记其实在当时还有很多的次经包括彼得福音、多马福音等等。那你发现这些次经里面，他们非常强调使徒们的权柄。那他们对使徒们会觉得使徒们可以行很大的神迹，而且他们行神迹的时候都是不用奉神的名，他们就直接就做了，就像耶稣一样。可是你发现正典里面没有，正典里面其实每一次使徒们行神迹的时候，他们都要向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行这个神迹，就表明这个神迹本身是靠着神的大能来做的，而不是靠着人的能力次经里面他们其实强调人，所以他们把这个使徒行传这个 Acts 是当成使徒们的一个传记。但其实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后面我们会说，那其实它不是讲到使徒们的一个行传，而是讲到上帝耶稣基督他的道的一个继续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特别提到的。当然也有人说是圣灵行传，是吧？讲到圣灵的工作，那后面我们就会提到使徒们其实他们是继续着耶稣没有完成的工作，因为耶稣已经他的工作到耶路撒冷为止他就升天了，而使徒们是把耶稣基督从耶路撒冷作为一个起点继续的来去完成耶稣他的给他们托付的大使命所以他们都是奉耶稣的名来强调这个是耶稣自己的工作，不是使徒的工作。而这个金银我都没有也很重要。那因为金银在旧约里面它更多是代表着偶像，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暗示，就是说假神我是没有的，我给你一个真神让你起来，那个病人就可以跳起来行走，那他后来就起来跳跃那这个也是一个以赛亚书的一个用语那就是说讲到末世的时候的一种喜乐的跳跃
好，那这是这个很有意思。那如果你看3章这个3节的时候呢，他讲到这个人要施舍，对吧？有人给他施舍什么？其实这个希腊文里面呢，它这个字啊，是跟上帝的怜悯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它更多其实是指向神的救赎的啊。所以当这个人跳起来的时候，就表明上帝的救恩临到他啊，表明这个末世的来到，对吧？这个在耶稣基督的讲道里边也提到哈，那瘸腿的如鹿跳跃。那也提到这个弥赛亚的一个记号，怎么认识就是说怎么认出弥赛亚来到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要透过悔改才能够参与到上帝在末世的复兴的工作。所以这个悔改的主题也是这个旧约先知们传递的一个主要的内容然后到了这个逼迫里面的时候，你发现第4章我们刚刚讲到了那这个典范性的一个祷告。那同时，这个逼迫呢，你发现，4章1节里面就提到这个是公会开始逼迫使徒，所以这是公会是同一个公会，就是之前判耶稣死罪的这个公会。那这个公会的组成呢，大部分就是大祭司还有撒都该人那么彼得跟他们这个讲道是吧？跟他们回应他们。就是说他们在4章8到12节里面讲到他们是拒绝了耶稣，彼得就引用诗篇118篇22节就讲你们拒绝了那个房角石那这个房角石呢却成了这个头块的石头，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在诗篇118篇呢，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出现很多次，就表明了其实耶稣基督被这些人拒绝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那彼得也强调4章12节里面也强调说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救赎，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所以直接的就挑战了犹太公会的权柄那么这个公会呢后面也审判了保罗，后面我们会看那这个是一点点的背景所以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其实包括这个审判你看到也是就是虽然这个典范性的审判，对吧？今天并不一定会发生你骗人了或是欺骗人，你并不会一定立刻就会被这个处死但是这个其实拒绝圣灵、欺骗圣灵，让我们想到旧约的主题尤其是在约书亚记7章里面讲到亚干他的欺骗和贪婪导致以色列打爱城的时候失败，是吧？甚至可以回到亚当夏娃的这个欺骗。那在这两个故事里面，你都发现是有撒旦他的作为这个路加其实也把这个欺骗和贪婪的主题其实用在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撒旦把这个贪心放在犹大的里面所以耶稣曾经也遇到同样的挑战，所以如今教会也会面临这样的挑战，就是这种欺骗，这种贪婪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让我们要注意的。那讲到凡物公用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提到凡物公用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让我们去模仿，但是他讲到这个凡物公用的时候呢，他其实更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第4章里面到最后这个34节就讲到他们都一心一意，内中没有缺乏。这个我之前有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是对两种文化的乌托邦的期待，就是说希腊文化对乌托邦的期待和犹太文化对乌托邦的期待就是一心一意，然后呢内中没有缺乏那没有缺乏其实这句话是引用申命记15章里面就讲到这个禧年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律法里面甚至有些可以不用遵守，在什么时候可以不用遵守，就是禧年那么在禧年的时候，那你欠的债都不用还了，要怎么样你看到这些就是在律法当中给我们看到有个理想国的存在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凡物公用的这件事情它其实更多是在强调早期的这个教会好像就是满足了人类文明
对于乌托邦的一种期待，就是说人类文明对乌托邦的追求，其实是在教会当中这个真正的实现了。可是呢，这个乌托邦不可能这个实现的，因为至少在当下没有办法，因为人还有罪，对吧？所以教会历史当中呢，那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实现，有尝试，短期好像看起来是可以的，长期好像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这个骄傲、嫉妒、贪婪等等是没有办法这个反物公用的。这个大家都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就知道了，你都能理解是不是？反正是交了钱了，想吃多你也肯定使劲吃，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罪性就在这里，是吧？那这没有办法这种贪心那在里面，对吧？好，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典范性的描述。所以这里面它并不是对，它不是在处理人罪的问题而是对这个理想的教会理想的一种群体的生活的一种描述。那当然，这个到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呢？那当然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才真正完全的实现，对吧？这个时候只是给你尝一下主人的滋味而已。好所以前面5章呢所讲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典范性的事件，让我们能够去看一看上帝最开始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亚拿尼亚夫妇呢，其实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破坏了这个基督徒群体的一个合一，对吧？那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合一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一心一意嘛，是这个也是犹太人他们对乌托邦的一种认识嘛，对吧？可是这个时候你发现有人不一心一意了所以他就立刻受到了审判。最后的结果呢就是5章到11节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看到这个事情，他俩被处死了，然后呢，结论就是他们都生惧怕。那这个惧怕呢，我其实在我们讲马可福音的时候，到这个短结尾，对吧？我们也讲到马可也是提到惧怕。那这个惧怕在福音书里面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是表明上帝与这个新的基督徒群体的一个同在这个在利未记10章和申命记17章里面都有类似的这个影射。第二个就是因为教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这个里面是这个第一次出现，就是5章11节的时候，所以这个新的群体要为福音做见证这个也是提到他们惧怕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跟之前这种理想的乌托邦的群体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教会的群体要经历很多的挑战，最终要透过神的大能才能得以完全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好，那么后面其实也提到加马列那就是在审问这个使徒们的时候，那加马列就说什么呢？就说你如果出于神的，对吧？你们就不要去你们攻击他们，就等于攻击神了。如果出于人的话呢，就这个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丢大，对吧？以前兴起来怎么样？那后来呢，就灭亡了嘛，是吧？所以他说，如果出于人呢，他自己就会灭亡。所以他提到这个丢大，提到这个犹大。那这个呢是当时有个历史学家约瑟夫他也提到但是这个丢大呢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呢这个不清楚所以这只是在犹太战争的时候提到的一个人名不管怎么样，加马列强调的，他讲的这个历史肯定是当事人都知道了，就是说你看几十年前对吧，这个丢大起来人们以为他是弥赛亚神在使用他怎么样，结果呢发现他失败了，那就出于人的，对吧？你管他也没有用，也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呢，你如果逼迫他们，你就是抵挡神。所以后来使徒们就被放出来那么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背景让大家知道。好，所以关于教会典范性的这个事情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对那我的问题是，可能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问题，就是那为什么他如果说是典范性的，以后也没有了，而且只是很短的时间内的话，他为什么要记录特别的花一些的篇幅去记录这个事件呢？就是他只是如实记录呢，还是他有他的写作目的？在神学上面，除了您刚才讲到的，可能是
让别人看到初尝天恩的滋味的一个小小的在地上的样板，对。让别人更有盼望指向天国，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那种群体的生活，有种这种盼望呢？还是他是就是如实记录当时发生这种事件？对，他也是如实记录啊。当时所以我就讲，路加记录历史它的一个特点是吧？就是说，你看使徒们，你说这个凡物公用是不是真的啊？肯定是真的啊！我相信这个是他们当时这样做的。就好像刚才啊，这个冉老师也提到中国耶稣家庭，对他们之前也有这样去做过。但是这个历史是真的啊，但是你看后面他们包括使徒们建立教会以后，他们的教会后面其实也都没有凡物公用，是吧？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规范，就是说你只要建教会，教会就一定要凡物公用。那他为什么一开始会有呢？除了作为一个历史的记录以外，它其实要表达一个神学啊，就像刚才我讲到的，就是说它是表明教会刚刚诞生之后给我们，因为你想那教会刚刚出现。以前人对教会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啊，那个是刚刚出现的教会，新鲜出炉的，所以他就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教会的好像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一个样式啊，让你知道说啊，上帝设立教会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要达到那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因为人的罪没有解决哈，那个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只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真的实现哈这种理想的状态，对。